龙门客栈的忠良之后，是我第一次拍胡导演的电影。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就每天都要逃跑啊，然后就脸上要画得很黑很脏啊，然后要画脱皮啊，出现我的画面我就吓一跳，你知道吧？因为我6个月都是跟着在拍戏嘛，可是呢，后来胡导演好像把我剪掉很多镜头。胡导演那个时候已经决定要用我做侠女的女主角，所以他不想我那个形象就是说，出现的太多。石俊大哥说，胡导演那时候已经在写侠女的分镜表，他说他一看就知道胡导演画的那个图就是我。侠女的制片主任呢说，很多人呢都建议用曾佩佩或者是上官灵凤，可是胡导演坚持要用你。听到这个消息呢，其实我是害怕多于高兴的，因为在拍《龙门客栈》的时候呢，上官灵凤跟石俊他们是常常会被挨骂的。那我那个时候就很庆幸说，哎呀，还好我不是主角，我都不会被骂，所以我当时其实是不会很开心，我当了主角的。杨惠珍是一个等于有着深仇大恨的一个家庭背景的，她也是没有什么对白的，是比较深沉的。胡导演他做一个演员呢，最重要就是说你不要去演戏。例如说像我戏里面有帮石俊的妈妈盖棉被，你知道他就不喜欢我们做假的动作，他说你关心一个人你就要真的去关心那个人，他说你做一个演员最要紧就是你心里有戏，你的眼睛就会有戏，当你眼睛有戏的时候，观众就能够感受到你的感情。胡导演这句话对我的演艺生涯影响很深。我从小呢，其实都是比较内向的，侠女这个角色反而让我觉得是塑造的，温柔的那个角色呢，反而是比较像我自己的。拍胡导演的戏呢，其实他的要求是很大很多的，例如说我们的走路不能像现代人这样走啦，对不对？应该要小碎步啦。当你在那个环境的还有那个境界的时候呢，你就很自然的可以演得出来吧。我就注意看白英为什么不挨骂。后来我就发现他试一遍哦，他就做到100分，然后胡导演说好，我们正式来，他就不挨骂啊，因为他原来他试一遍他就做到最好。后来呢，胡导演讲好，试一遍我也做到最好，从此我就不挨骂了。联邦公司石俊等于年纪最大，所以我们所有人都叫他大哥。那白英呢就是二哥，他们呢年纪比我们大的呢都很照顾我们。那时候台湾呢其实一般的家庭真的都很穷啊，那我们老板就一定要让我们去学跳交际舞啦，然后还要教我们什么吃西餐啦，晚上晚回家大家都要分配，都怕我们安全的问题啦。我们老板什么都对我们非常非常的好，所以我们大家的关系都非常好。胡导演叫我去学的弹古琴，有1年多，在戏里面不是我真的弹，因为胡导演要求很严嘛，他绝对不会说，哎，你不会弹，你就这样随便动动，他不会的，所以他一定要你真的会弹。他是对顾沈斋唱的一首歌，是李白的一个诗嘛。他那个环境呢，就是说我孤独的在这边，自己对着月亮喝酒，他们才会发生，最后2个人才可以在一起。
在制作《进入宝》的时候呢，我是在现场的，因为胡导演都会要让我们就是说，多学很多东西，所以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，胡导演都会让我们参加。在胡导演那个年代呢，真的就是没有像现在，就是说什么都是有各方面的人才来帮助他，因为那时候连服装设计、美术指导啦，什么都是他。我这有点夸张了，就是他一个人要做800个人的事情。例如说，阁楼外面不是一个荷花池吗？它是盖新的，然后呢，他把它做旧。他在那个荷花池外面呢，因为盖好水泥是新的嘛，他就拿那个米浆叫道具呢，就涂上米浆，放水，就他都做给道具看，然后就居然就长出真的青苔出来。在拍戏的时候啊，当胡导演把这些都布置好了，灯光一打好了，我们换好衣服以后，你都会感觉是身临其境。哎，那你……我只是不愿意把公子牵连在内。不必谈这些了，请小姐原原本本把事情告诉我。知彼知己，百战百胜。胡导演有一点点的不满意呢，他都不会说 OK 的。就算是动作戏，他可以让你呢，就是说试上几10次。躲开！胡导演那时候拍戏的时候，其实是没有武术指导这个名称的，你知道，是胡导演给了电影武术指导这4个字。我们那个时候，其实我们所有的人都不会武功。在龙门客栈开拍之前呢，那个韩师傅呢，把我们所有的演员呢都集合在一起，就受训了3个月的那个功夫。就是我跟另外一个男孩子呢，侧着翻跟斗，都是那种一翻就翻到那个榻榻米外面的。那另外一个翻不好的那个呢，就演我哥哥。他拍完龙门客栈就到美国去读书去了。后来呢，他在纽约的时候呢，居然他一看我拍侠女，他真不敢相信这个徐枫居然拍武侠片。我真的不喜欢拍那么多武侠片。夏天呢，热得要死，然后又戴着头套，又穿着好几层的古装衣服。我觉得比较困难的就是老要跳弹簧床吧，而且老要跳的高，然后老要我们从这一个跳到另外一个，我觉得这个比较困难。而且胡导演老要我们在很高的架子上，然后让我们腿不能弯，你人是这样，可是他要你这样，你知道，这也蛮难，因为你要这样子的话，你的腿一定会弯嘛。胡导演有时候就在拍戏，他就说：“你现在马上做一个这个，你知道，你不能做的不好，而且你马上要达到要求，等多1分钟都不行，现在马上要做好。”他的要求很高的，你知道，对。我拍侠女的时候，我还受了伤，因为我要砍田鹏的帽子，他砍我的发揪啊，然后一过去以后，我一回头，我的头发就掉下来，没想到他砍到我的额头，你知道吗？那我一过去，我就一摸，怎么脸上一看就都是血，马上他们就叫那个110，就马上把我送到那个台北的医院。后来还好，就头发跟头皮的那个地方嘛，就不大看得出来。后来就这个镜头啦，在砍成那个的时候，我一转身，头发掉下来，观众都拍手拍得很响。我心想，哎呀，这一刀挨得也值了。
那个影片放完，大家都拍手，你知道，站起来拍手。然后就我跟胡导演还有乔叔叔，我们就最后走出去。走出去以后，很多人就说：“哎呀，很棒啊，恭喜啊！”这样子。后来我心里想，哇，侠女拍那么多年也是值了，你知道。一部好的电影的话，当然除了参加影展的话，可我觉得还是希望多一点观众看啦，希望它卖座啊。后来侠女在坎城得了奖以后，她又重新上演，就非常卖座啊。可是后来我还是有点难过，我觉得一部电影为什么要就外国人认可以后才卖座呢？其实我对于这点，其实我有一点难过的。侠女这部电影呢，其实对胡导演来讲非常非常重要。侠女这么多年啊，他已经真的是已经花到不行了，你知道。所有侠女的修复的费用，就是我拿去意大利最好的那一家，然后去修复。能够修复它呢，我觉得对电影也好，对胡导演也好，对我也好，我觉得都非常重要。因为不管怎么样，也是我第一次主演的电影，所以我觉得修复它，我觉得是义不容辞的事情嘛。我拍了胡导演的戏，再去拍别的导演的戏呢，就觉得真的怎么那么容易，你知道？那有时候拍了别的导演的戏，别的导演说一个镜头他就说 OK 了哦。那我都会觉得很没安全感，你知道，我都会跟那个导演说，我们可不可以再来一遍？那拍了胡导演的戏，就是说当他说 OK 的时候，你就觉得说一定是他很满意，你知道，而且你一定是做的是好的，他才会说 OK， 那你就很有安全感。所以这个差别对一个演员来讲，其实是差很多的。那你就会觉得很放心，你就会自己跟自己讲，我一定是演得不错。胡导演对电影的贡献真的很大，没有人像胡导演的要求呢这么高。我做什么事，我的要求都是150分，你打个7折还有105分。其实这就是胡导演传习给我的。胡导演对我呢，不只是在电影，就是对我人生呢，也影响也是非常大的。